2月7日，随着汽笛声响起，一辆由中国造 HXN5B 内燃机车单缸牵引的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国际货物列车，搭载19个冷链集装箱，装有286吨新鲜蔬菜，从昆明王家营西集装箱中心站缓缓驶出，预计55小时后到达泰国曼谷。这趟列车的开行，标志着中老泰全程铁路运输往返班列成功首发，由此搭建起了更加高效稳定的冷链物流新通道，将为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经贸合作注入发展新动能。而列车所用的3款动力装备产品均来自中车株洲电机有限公司。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加关注，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以前，中国和泰国之间的货物运输通常都是以铁路加公路的运输模式进行，非常消耗时间和运输成本，而且还经常会遇到延误的情况。但这次，该班列全程采用的是先走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国际货物列车，从云南昆明抵达老挝万象后，再将货物从泰国米轨铁路运至曼谷。全程铁路运输的模式跟以往的铁路加公路运输模式相比，极大减少了运输时间和成本。全程下来，时间缩短了1天左右，而成本降低超过20%。与此同时，还改善了铁路加公路运输模式经常遇到的延误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返程时列车上也不会白白空着浪费，而是会装上富有香气的龙眼和榴莲等产品。这些东西能在中国卖个好价钱，老挝和泰国的相关从业者可不笑得合不拢嘴。中老泰铁路将物流通道高效利用了起来。按照中通国际东南亚管理中心相关人士的介绍，没有意外的话，今年上半年可以实现1天1趟车的计划，每日发车将成为一种常态。而每一趟车将搭载30个集装箱，每个集装箱的运输成本可从2.6万元降至2万元。中老泰全程铁路运营后，今后不论是老挝橡胶、玉米等产品，还是泰国的水果，都可以非常便利地运输到中国。而随着 RCEP 的实施，中老泰铁路也将起到非常大的运输作用，进一步促进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贸易往来。很显然，中老泰铁路将带来的经济利益是巨大长远的，而且这不单单只是对中国、老挝和泰国而言，对其他东盟国家同样也会带来好处。中老泰铁路将进一步加深中国和东盟的战略关系，加快促进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中老泰铁路列车运输时散发出的芳香，让东盟国家再一次感受到了中国的加速度。毕竟，中老泰铁路要比以往的铁路加公路分段运输的模式效率高得多。都说时间就是金钱，谁会嫌弃节约下来的时间会太多呢？更何况，全程铁路的运输模式本来就比铁路加公路的运输成本更低。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中老泰铁路将让东盟国家叫好外，等到今年6月，中国和印尼合作的雅万高铁正式投入运营后，更是会让东盟国家拍案叫绝，赞不绝口。据称，目前雅万高铁的8台主变压器全都已经安装好，供电系统的施工也进入收尾阶段，距离让印尼激动人心的投入运营时刻近在咫尺。另外，中国中车为中老铁路研制的6台 HXN5B 内燃机车已配属至中老铁路沿线昆明、沿河、化念、宁洱、野象谷、磨憨6大货场，并成功担任多趟列车牵引任务，是中老铁路的老朋友。中车株洲电机公司为该型内燃机车提供3款动力装备产品，分别为主辅发电机、牵引电动机、散热器风扇电机。其中，为机车牵引、冷却、启动、充电、照明提供电力支持的主辅发动机，是一款主辅同轴多绕组集成输出，兼具柴油机启动功能的新型发电机，具有高度集成、结构紧凑、通风散热效果和维护性良好等优点。驱动机车运行并为其提供优越牵引力的牵引电动机，是一款焊接式无基座、齿轴一体的交流异步电动机，体积小、扭矩大，机车牵引力大。对机车进行降温冷却保护的散热器风扇电机，是一款外转子、扁平化、全封闭式结构交流异步电机，气动性能优良，占用空间小，
且不受盐雾沙尘侵蚀，容易维护。这3款电机是中车株洲电机公司在内燃机车领域内的拳头产品，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曾荣获铁道科技1等奖等荣誉。不仅如此，以这3款电机为基型产品，该公司还建立了交流异步牵引电机、主辅发电机、散热器、风扇电机及设计、制造、试验等为一体的技术平台，利用产品的高度集成化及良好的扩展性等优点，完成多项成果转化，产品出口泰国、几内亚等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则新闻的亮点在于中老泰全程铁路运输。我们都知道，中老铁路是准轨，泰国铁路是米轨。要想实现准轨米轨全程铁路运输，一是要有准轨和米轨的列车换装厂，二是要有准轨和米轨的无缝衔接通道，这2点缺一不可，否则就不能够称为全程铁路运输。那么中老铁路准轨和泰国铁路米轨是怎么实现铁路衔接运输的？为了便于理解，我们从湄公河大桥说起。先看一张图，图中的湄公河大桥也叫老泰友谊大桥，是公铁两用型大桥，跨桥铁路是米轨，是2008年由澳大利亚援建的。2009年3月，也就是湄公河大桥落成1年后，泰国修建完成了从廊开经湄公河大桥到老挝的铁路。这段老泰铁路是米轨，在老挝境内延伸了 3.5 公里，是老挝史上的第1条铁路。依托这条 3.5 公里的米轨铁路，老泰两国在铁路旁边设立一个铁路车站，名叫塔纳棱站。这个塔纳棱站是作为客运站使用的。为了同时发展货运，老泰两国设了塔纳棱货站。该货站不大，占地约57亩，于2013年9月动工，2017年3月完工。2019年，老挝塔纳棱货站和泰国廊开站之间首次开行国际货运班列。在此之后，老泰两国又开始提升铁路综合货运能力和集疏运能力，在塔纳棱站北部开始着手打造塔纳棱陆港和万象物流园区，规划占地5730亩，一期工程于2020年12月动工。同时，老挝塔纳棱陆港物流公司建的 1.2 公里铁路米轨连接线，连接塔纳棱站与泰老铁路。在2021年12月4日，也就是中老铁路正式通车后的次日，塔纳棱陆港也正式开启了部分运营。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在尝到中老铁路开行的甜头后，泰国铁路局逐步增加老泰之间货运班列的开行次数，并加快在塔纳棱陆港增建集装箱货场等设施。以上说的是老泰那边，再说中老这边。中老铁路的终点是万象南站，万象南站是中老铁路磨万段最大的货站，也是磨万段唯一一个只办理货运业务的车站。万象南站的原定地址在纳棱站东北方向，后来应老挝政府要求，将万象南站移址到塔纳棱。注意，不是移址到塔纳棱站，也不是移址到塔纳棱陆港，是在塔纳棱站东北约3公里处。为了实现万象南站与塔纳棱站之间的无缝衔接，就要干2件事。第一件事，建设准轨和米轨的列车换装厂，整个换装厂的名字就叫万象南站换装厂。万象南站换装厂由老中铁路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站内设置标准轨换装线1条，米轨换装线2条，集装箱通过吊车在两边的标准轨与米轨铁路间进行货物换装作业。该换装厂可一次同时换装25辆泰国米轨铁路货车，年换装作业能力约80万吨。有了这个换装厂，向北连接中老铁路万象南站货场，向南连接老泰铁路塔纳棱站。万象南站货场、万象南站换装厂以及两者之间的铁路联络线是同步施工的一体化工程。但是万象南站换装厂离塔纳棱站还有一小段距离，这就是要干的第2件事，修建万象南站换装厂和塔纳棱站的联络线。在2022年7月以前，中老铁路与泰国铁路之间的货物联运，其操作方式是：货物到了万象南站后，把货物卸到卡车上，通过公路短岛运输的方式把货物运至塔纳棱站。2022年7月，老中铁路公司修建完成了万象南站换装厂和塔纳棱站的联络线。这条联络线 2.8 公里是准轨，这样就实现了万象南站、万象南站货场、万象南站换装厂、塔纳棱站之间的连通。当然，
对于塔纳隆站来说，其也有了米轨和准轨，所以中老泰铁路才能完成全程铁路运输。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最后，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